六，我给你两个选择，你只能挑一个。好，你说。第一个，明年的今天，你手里有一张证书，上面写着你的中文是5级。听起来不错。第二个，明年的今天，你奶奶在电话里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听得懂。这两个我都要。不行，只能选一个。为什么只能选一个？我又不是没有时间。因为你今年的时间就那么多，你选了一个，另一个就得往后排。那别想太久，3秒。奶奶，我选奶奶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件事，你问。昨天晚上11点，你在群里问了什么？我问。报名什么时候截止报什么名？ ？HSK 5级。所以你嘴上选奶奶，手已经点开报名页面了。你别这样说，我心里很乱。我知道，今天这一期就是给心里乱的人听的。那你直接告诉我，我到底该不该考？我不给你答案，我给你一把尺子，你自己量。先说说你为什么想考。我想想，第一，我身边的人都在考。这算一个。第二呢？第二，简历上写一行5级，看起来比较像样。像样，这个词你用得好。第三，第三，我学了3年了，我想知道自己到底学到哪儿了。这3个理由里只有一个是真的。哪一个？你猜？第三个吧。不是，真的那个你还没说出来。还有，你想要有个人告诉你，你可以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学了3年，没有人给你打过分，你心里没底。心里没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自己也不确定自己行不行，像走夜路，脚下有路，但是你看不见。这个词我记住了，心里没底。对，我就是心里没底。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说清楚，这张纸到底能不能给你底气？我觉得能吧。先别急着回答，聊完你再答我一次。先说最基础的，这个考试是什么？汉语水平考试。对，国家办的，一共6个级别。1到6，6是最高的。对，1、2级是入门，3、4级在中间，5、6级往上走。那5级大概是什么水平？官方的说法是能看中文报纸，能看中文电影，能做比较完整的演讲。听起来很厉害。听起来，那你再听我说一句话。你说。这个考试从头到尾不需要你开口说一个字。等一下，HSK 不考口语？不考，口语是另外一个考试，要单独报名。那很多人手里的5级证书考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过。一句都没有。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所以你看，这张纸测的是听、读、写，他没有骗你，是我们自己在心里给他加了一条他没写过的话。那你告诉我，HSK 3级、4级、5级到底差在哪儿？官方会给你一个数字，说3级1200个词，4级2500，5级5000。那听起来只是词多词少。数字没什么用，我给你换一种说法，用你能做的事来说。好，你说。3级，你能在中国活下去，点菜、问路、买东西，跟房东说水管坏了。这些我基本可以。4级，你能跟人聊天，但是话题一深，你就掉下来。怎么样算深？聊天气，聊吃的，聊周末，你都没问题。聊你的工作到底做什么，聊你为什么从伦敦回来，你就开始绕。你说的就是我。5级，你能听懂别人不为你放慢的中文？不为我放慢？对，2个中国人在你面前聊天，他们不照顾你，你还跟得上。那6级呢？6级是你能听懂话里的话，别人绕了一个弯子说出来的意思，你能接住。那我大概在3级和4级中间。你比这个高一点，但是不到5级。你的问题不是词不够，那是什么不够？是你不敢在没有准备的时候开口。这一条考试测不出来。那这张纸到底给谁看？好问题，我给你数一数，真正会看它的人。你数。第一，中国的大学，你要来中国读书，招生的老师要看。这个我懂。第二，奖学金，政府的、学校的都有级别要求。第三呢？第三，签证和工作，有些工作签证，有些公司的岗位写明了要几级。还有吗？还有语言学校分班，还有少数教中文的岗位，
数完了，就这些？就这些，这几类人以外，没有人会问你要这张纸。也对，我在杭州点一碗面，老板不会说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书。所以第一步很简单，你先看看，你在不在这几类人里面？我不在，我不申请学校，不办签证，我的工作也不看这个。那你已经知道半个答案了。另外半个呢？另外半个跟考试没关系，跟你有关系。我把人分成2种，你自己对号入座。来，该考的4种人。第一种，刚才说的学校、奖学金、签证、公司要。这是硬要求，没得选。第二种，你需要一个日子，什么日子？截止日期。有些人不定日子就不学，一天拖一天。报了名，交了钱，日子摆在那儿，你就动了。这个我懂，我教学生也一样，不到考试前1个月，他们一页书都不翻。第三种，你就是喜欢有台阶。有的人学东西必须看得见台阶，一级一级往上走，心里才踏实。第4种呢？第4种，你需要一份别人认的证明，找工作，给爸妈看，给自己一个交代，都算。那不该考的呢？3种，第一，你只想跟家里人、跟朋友说话。你等一下。第二，你只想在中国生活的舒服一点，点菜、看病，跟邻居聊2句。你别说了。第三，你考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，你不笨。小月，你这3条说的都是我。我知道。那你早就知道我不该考，为什么不直接说？因为直接说没有用，人在心里没底的时候，都会想抓一张纸。那我抓到了会怎么样？我给你讲讲抓到以后的事。我先说一个词，麻烦。这个我认识。好，现在用它造个句，说一件你这个星期真的遇到的麻烦事。我这个星期。3秒过去了。等一下，我知道这个词，我真的知道。你知道，可是你要用的时候它不出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明明认识它。因为认识和用得出来是2件事，中间隔得很远。有多远？认识他是他来找你，你点个头；用他是你去找他，还要在1秒钟之内找到。这个说法太准了。考试考的是第1件事，生活要的是第2件事。所以我做题很好，说话很差。还有更具体的，考试给你几个选项？4个。生活给你几个？1个也没有。对，考试是从4个里面挑1个，生活是从空气里变出1个。那听力呢？我听力一直不错。考试的听力是标准普通话，语速固定，没有背景声音，说完还停下来等你。真人不是这样的。真人有口音，会抢话，说到一半改口，旁边还有人在炒菜，在喊号。而且他们不会等我。他们不会等你，这就是我们上次聊过的那个问题。听不懂真人那些。阅读也一样，阅读给你时间，你可以回头再看1遍。说话没有第2遍。说话没有第2遍。所以有一句话说的难听，但是是真的。你说。很多人拿到证书那一天，就是他中文的最高点。最高点？因为那天以后他就不用了。这句有点狠。我再给你一个比喻，你更容易懂。考驾照，科目1。科目1考100分的人，第1次开上高架，手还是抖的。因为路上的车不会按照题目走。路上的车不按题目走，你的中文也一样。真正的路上没有标准答案。那备考的时候大家都在刷题，刷题有用吗？先解释一下刷题，就是一套一套的做真题，做模拟题，做到看见题目就知道答案。我们那边叫题海。差不多。刷题当然有用，它让你熟悉题型，能提分。但是它提的是分，不是中文。这2个不一样吗？我问你，词表是按什么排的？难度。按考试里出现的次数，不是按你生活里用到的次数。这2个差很多吗？我给你几个词：外卖、扫码、拼单、包邮、退款，加个微信。这些我天天用。这些词很多都不在词表里。反过来，词表里有些词，你可能1年也用不上1次。那我背它干什么？为了考试。
这话不是在贬低他，考试有考试的道理，他要保证公平，还要出得了题。我明白了，词表不是生活清单。还有一个词你要学，临时抱佛脚。抱佛脚，抱着佛的脚。字面上是这样，意思是平时不努力，考试前几天才拼命补。这个画面感很强，我的学生天天抱佛脚。抱佛脚能让你过，可是过完2个星期，那些词汇一个一个从你脑子里走掉。因为没用过。因为没用过，学过不等于会，会了不用也会掉。小月，我现在有点糊涂了。怎么了？你说了半天，好像这个考试一点用都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叫我别考？因为它有用，而且用处不小。我怕你只听到前半段。那你说说后半段。它有3个真的好处。第一，它给你一个顺序。顺序。很多人学中文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努力，是不知道下一步该学什么。词表至少告诉你，先学这1000个，再学下1000个。这倒是，我自己找材料的时候，经常这里学一点，那里学一点。第二，它给你一个日子。刚才说过了，人是被日子推着走的。第三呢？第三，它让你看得见自己的进步。这个最重要吧？对我来说，这一条最重要。学语言最难受的不是难，是看不见。看不见。你今天学，明天学，学了3个月，感觉跟3个月前一模一样。没有人给你发奖，没有人跟你说你变好了。那种感觉很消耗人。像在雾里走路，你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，甚至不知道有没有再往前走。证书至少是一个脚印。证书至少是一个脚印，所以我从来没有说过别考。那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尺子没有错，错的是把尺子当成路的尽头。尺子和路。尺子只能告诉你走了多远，它不会告诉你要去哪。那如果我还是要考呢？那我们就聊聊怎么考才不浪费。5条。等我拿笔。第1条，先想清楚用途，再定级别。什么意思？你要签证，就去查清楚人家要几级，要几级就考几级。别人家要4级，你非要冲6级。为什么不能冲高一点？因为高出来的那一级，你要多花半年，而那半年本来可以拿来说话。明白。第2条。第2条你可能不爱听，往低了考。往低了考。对，考你已经能用的那一级，别考你刚背完的那一级。那不是很吃亏吗？你要的是一张纸，还是一张不心虚的纸？不心虚的纸。考刚背完的那一级，你得靠运气，靠蒙。蒙对了，证书上写着5级，你心里知道那是4级半。那种感觉我懂。里面有水分。这个词你用的真好，有水分。第3条。第3条，备考的时候，把一半的听力换成真的东西。真的东西是什么？播客真人说话的视频，给朋友打电话。真题听力1天听2套就够了。因为真题听力太干净。太干净，你天天喝干净的水，一喝到河里的水就受不了。第4条。第4条，考完的那30天最要命。为什么？因为考完你一定会歇1个月，掉的比你想的多。那怎么办？考完那1个星期，马上给自己找一件必须用中文做的事，什么都行，去菜市场，去理发店，进一个中文的兴趣群，让他接着用。让他接着用。第5条，这一条是留给你自己做的检查。什么检查？拿到成绩单那天，你用那一集的词说一件今天发生的事，说3分钟。说不出来呢。说不出来，那就是纸面上的级别。这里再送你一个词，纸上谈兵。纸上谈兵，在纸上打仗。对，在纸上打仗，谁都会赢。真到了地上另说。小月，我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。说。我一开始就说过，我想知道自己学到哪儿了。要是不考试，我怎么知道？这是今天最好的一个问题。我给你3个自己在家就能做的测试。3个。第1个，找一段你没听过的中文，随便什么视频都行，别看字幕，听3分钟。然后呢？然后用中文说一说你听到了什么，不是翻译，是复述。
说得出来就算听懂了。说得出来才算听懂了。第二个测试，说一件复杂的事。什么叫复杂？不是今天天气很好，是你昨天为什么不高兴，前因后果说清楚，说2分钟。这个真的难。难在哪儿？难在中间要转弯，因为所以，可是后来这些地方我会卡。对，这就是4级和5级中间的那道坎。第3个测试最狠，你说，找个人跟你说话，让他中间打断你一次。打断我？对，你说到一半被人插一句，你还能不能回到原来那句话上？这个我肯定不行。被打断，我前面说到哪儿全忘了。那你就知道下个月要练什么了。你看，这3个测试1分钱都不用花，而且不用等考试的日子。不用等，你今天晚上就能做一遍。小月，我要跟你说一件有点丢人的事。你说。我是教英语的，我的学生要考英语的等级考试。有个女孩考得很好，分数比谁都高。可是我带他们去咖啡店，让她自己点一杯咖啡，她躲到我后面。他说不出来。她说得出来，她在纸上什么都写得出来，可是站在柜台前面，她整个人是僵的。那时候你心里怎么想？那时候我心里还笑她，我想分数这么高，怎么连一杯咖啡都点不了？现在呢？现在我在做一模一样的事。不一样，你至少现在看见了。而且我发现这不是中国才有的，英国那边考证的人也一样，一张一张的考，考完还是不敢开口。因为纸是可以攒的，胆子不能攒。胆子不能攒，这句我要写下来。那我也跟你说一件我自己的事，这件事我很少说。你说。我大学的时候考过英语的4级。过了吗？过了，分数还不低。证书发下来那天，我拍了照片发给我妈。然后呢？然后那张证书就一直在抽屉里，压在最下面，一直到现在。一直到现在。我店开起来的第2年，有一天下午进来一个外国客人，他要买蛋糕。他站在柜台前面，指着一个蛋糕，问了我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到今天都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一个字都没听懂。一个字都没听懂。我脑子里是空的，我只会指着那个蛋糕点头。那他呢？他很客气，笑了一下，买了一块，走了。门关上以后，我在柜台后面站了很久。站着干什么？想那张证书，我考过4级，我背过很多单词，可是刚才那30秒，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那种安静最难受。那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证书是给别人看的，能力是给自己用的。后来呢？后来有个客人每个星期来2、3次，我跟自己说，每次他来，我说3句英文。3句？这3句？就3句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你要不要试试新的那一款？下次见。说错也说，说完脸红也说。说了多久？说了半年。半年以后呢？半年以后他要回国了，最后一次来，我跟他站在门口聊了10几分钟。10几分钟？10几分钟。那天晚上我回家，把抽屉打开，看了一眼那张证书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张纸没有骗我，他测的东西我确实会，是我自己以为他管的事，他从来没管过。证书在抽屉里，那半年在你嘴里。对，你这句话说的比我好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。问。我经常听人说我是3级水平，这句话有问题吗？有，而且问题比你想的大。什么问题？这句话会变成一块天花板。天花板就是头顶上那块板。对，就是你自己给自己盖的那一块。你说我才3级，然后遇到一个4级的词，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这个超纲了，我不用学。你看，板子就在那儿了。可是我的水平确实就在那儿。不，你的水平不是一条线。不是线是什么？我问你，你在甜品店点单几级？这个我熟，我天天来，应该有5级吧。那你去医院跟医生说你哪里不舒服，几级？1级，可能1级都不到。那跟朋友吐槽老板呢？吐槽我很行，4级。所以你的中文长什么样？高一块，低一块。对，每个人的中文都是一条锯齿线，不是一条水平线。锯齿像锯子那样一上一下。
一上一下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个，参差不齐。参差不齐，这个词我见过，但是不会用。现在会了。你的中文参差不齐，我的英文也参差不齐，所有人都是。那别人问我几级，我该怎么回答？你可以说，我在甜品店里是5级，在医院里是1级。这样说很奇怪吧？奇怪，但是准确，而且比一个数字有用的多。为什么有用？因为它告诉你下一步该练哪一块，数字不会告诉你这个。好，我们把今天的话收一收。我记了很多。第一，这个考试测的是听、读、写，它不测说。第二，真正会看这张纸的只有那么几类人，你先看看你在不在里面。第三，认得一个词和用得出来一个词，中间隔着很远。第四，词表是按考试排的，不是按生活排的。第五，它真正的好处是给你顺序，给你日子，让你看得渐进步。第六，要考就考你已经能用的那一级，别考刚背完的那一级。第七，别让级别变成天花板，你的中文是一条锯齿线。7条我都记住了。那我们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郑叔还是奶奶？现在选。奶奶，这次我是真的选奶奶。那报名呢？报名我还是要报，哦，但是理由换了。我以前想要一张纸，现在我想要一个日子。这个理由我接受。而且我今天想定一件具体的事。你说，下个星期3晚上，我给我奶奶打电话，全程中文，一个英文单词都不用，聊满10分钟。10分钟不短。不短。可是我要是真能聊满10分钟，那比一张5级证书让我高兴。那你打完了，回来告诉我他说了什么。我一定告诉你。屏幕前的你，也给自己定这样一件事，不用写在下面，也不用告诉我们，做了就行。做了就行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下一期见。证书会放进抽屉里，说出去的话会留在别人心里。